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程毅疑受伤，娱乐圈的世态炎凉，在郑业成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不是吧，不是吧，一个受伤会牵出娱乐圈里这么一个令人窒息的诬告时刻？究竟是将偶像当成儿子护的粉丝太疯狂，还是在偶像眼里，粉丝能被当成杀伤力最强的名剑，又能秒变血条最后的对抗？看完程毅受伤与郑业成亚戏的骂战，实在忍不住让人感慨，什么职场倾轧令人头大，那就是洒水的小儿科。娱乐圈的霸凌手段那厉害，主打一个就整你怎的，堪称惊天动地。01吃瓜前的介绍，敲黑板集合。程毅，想必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大名。90年出生，中戏毕业，早先饰演《青云志》中的林惊羽，成为当年搜索热度最高的新星，但过后也还是不太出名。好在被欢瑞签下重点培养，从琉璃播出被捧成古装新小生，到以怒海潜沙和秦岭神树中的闷油瓶陆续冲出14个热搜，再到沉香如屑播出一次性涨粉超过100万底线开播，被冠以公正使者。成为欢瑞太子爷后，程毅资源拿到手软，也从圈内小透明成长为了超级明星。相对于程毅，这次与之对线的小可怜郑业成就有些默默无名了。93年出生，7岁学京剧，主攻武生，中国戏曲学院毕业，在热播剧《古剑奇谭》中扮演马天宇的家童旺财受人关注，又在《花千骨》中饰演南弦月画江湖之不良人中演李星云微微一笑很倾城中演美人师兄，口碑高涨。在后面他也有3000压杀、鹤唳华亭、离人心上、祝清好等多部作品。但与程毅这种大爱豆哥一起，他的咖位就有些不够看。都说娱乐圈里，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女人之间最容易出问题。前者老闹 CP 风波，后者经常有不和争论，很少有话题在两个男人身上，且男掐架，能掐出5、6、7、8个热搜这样激烈。那冲突缘何发生，又是怎么接连发酵的呢？要吃完整的瓜，还要从程毅受伤说起。02瓜苗的生长，少不了粉丝的臭肥料。有一说一，被强行拖拽进争议中心的郑业成，属实冤屈。前几天，网上出现一张照片，一男人半趴在担架上被抬走，配文：这是程毅吗？随后程毅拍戏中受伤的词条冲上热搜，紧接着其工作室出来认领照片。事情到这里，只有程毅的粉丝心疼一波，嘱咐哥哥保重身体。然后哥哥有爱回应，说一句多谢关心，就能完结撒花了。可偏偏在程毅工作室发生后1个多小时，郑业成工作室也贴出一份声明，揭开了一场娱乐圈的霸凌。不明就里的时候，有人觉得这份声明莫名其妙的出现，且被网友与程毅联系在一起。是郑业成在蹭热度博眼球吗？千万别这么说，实在是他被莫名其妙都头泼了一盆臭泔水。古装偶像剧《英雄志》暂用名的男1号是程毅，女1号是李一桐，男2号是王千源。郑业成是其中的男3号，或者说男4号，戏份没那么多。而程毅刚被曝受伤的第一时间，他的粉丝忽然就开始捧一踩一，一边大喊心疼，一边将同剧组早就杀青的郑业成拉出来鞭打。起先是程毅的一位粉丝言辞激烈的指责，说男 N 号郑业成亚戏只一人在同一时间接拍多部戏，拍摄《英雄志》时不负责任，未赶自己的进度，将很多戏份集中在一起拍摄，后来拍不完的都用替身上，自己去综艺节目里抱成龙的大腿，也拍别的戏，这才导致剧组进度被拖，
程毅为了配合他，工作集中且多在晚上，最终旧伤复发住进医院。这位粉丝说的头头是道，瞬间带起了更多粉丝的情绪。大家好像根本不去辨别这话的内容是否属实，纷纷口径一致，对着郑业成开炮。于是郑业成亚系生成热度词条。第二天早上，又有新词条程毅受伤为郑业成所害生成。正是因此，这才有了郑业成工作室第二天紧跟程毅工作室之后为自己发布澄清声明。从其声明里看，郑方说得很清楚，他与英雄制片方签的合约到2023年3月结束，而剧情未拍摄完毕，于是他们免费将合约延至4月，拍完走人。那程毅在6月受伤，与他何干？但粉丝们一旦热血冲顶，便不管不顾，将声明当作挑衅加狡辩。乌泱泱一帮人涌进郑业成的个人广场，他们将其评论区涂满附带指名道姓的诅咒。03瓜情反转，两家粉丝正面对线。事情从程毅受伤被曝往后推至第3天，也就是郑业成被骂的第3天。面对程毅方粉丝的穷追不舍，眼看网上关于郑业成真下头亚系可耻不敬业的通稿一篇篇出现，郑业成的粉丝恢复理智，试图捋事情的前因后果，看谁该为程毅受伤的事背锅。在程毅粉丝口中，郑业成的问题主要在于：一、耍大牌，为了拍综艺不按规定时间进组；二、不敬业，拍摄期间中途离开再拍综艺，且在4月份拍摄还未结束就接了新戏的拍摄任务；三、一直标榜自己是大武生，打戏精彩，结果文戏、武戏均用替身，说一套做一套。针对这几点，郑业成的粉丝条理清晰，上图上证据，给出时间线，一点点反驳。首先，耍大牌，不按规定时间进组这个，郑业成于进行综艺无限超越班的录制，但有机场与车停横店的照片为证，他已按时到达英雄制剧组，接受拍前训练。只是在郑业成训练中受伤，当天联系朋友找医生，去往上海接受半月板3/4的切除手术，术后第2天做复健，并在剧组正式开机前1天再次到达剧组。其二，不敬业，中途离开再拍综艺，且在后接拍新戏。其实说这个，真不知道程毅粉丝怎么想的。但凡818综艺无限超越班的官博，就能知道郑业成缺席了4期。而且官博下面也有人回复说，郑业成本来已经协调好了工作，但因为意外受伤，他怕两头都做不好，所以放弃了综艺。至于4月后接拍新戏，郑业成与剧组的合约签到，无条件延期1个月，个人杀青后开启新的工作，这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吧？可能有人摸不着头脑了。是不是郑业成4月份也没拍完，但他新剧又不能再拖，所以他走了，只留替身在这边补拍？那就可以顺带解释第3个替身问题了。为什么郑业成说他4月份拍完了所有的戏，可6月份他的替身还在剧组活跃？这事儿说起来，网传错在程毅。先郑业成为什么没拍完戏份？是因为他受伤耽误进度了吗？不是，是剧方统筹不行，将郑业成的戏集中排在2月10日以后，中途还改戏，这才没完成。可以说是剧组耽误了郑业成的进度，也误了他本来已经安排好了的4月份的工作。但没有说什么郑业成自己协调，免费多补了1个月全拍完才离开。那为什么他的替身还在？开始有网友透露，是因为程毅不满意自己的服装造型，将服装送去修改，相应的他之前的戏份要重拍，于是先前与他搭戏的诸多配角就有了不少飞页戏。后来程毅工作室出面辟谣，说不喜欢衣服而重拍是谣言。
但非业戏可是真实存在。大多数配角杀青后早已四散忙新的工作了。郑业成之前已经延时进入新剧组，怎么能再耽误？于是他走不开，剧组就自己找了替身进行补拍。04反转再反转，路人表示我生气了。戏述到这里，事件就真的清晰了。程毅受伤还真不是郑业成所害，网上的骂声实属无中生有，无理取闹。可程毅的粉丝罢休了吗？道歉了吗？承认这是个误会了吗？没有，他们更气愤了，大有一股你竟然还敢反驳，还敢反黑我家哥哥的架势。转而揪着半月板手术后立马就能行动，可真行啊！说是，眼见事情再度发酵，郑业成再度被黑，他的朋友看不下去了。可即使这样，程毅的粉丝还当看不见，大骂郑业成撒谎精用伤情卖惨。但说起来，如果不是程毅受伤，他的粉丝心疼的失去理智拉踩郑业成。有谁知道郑业成半月板受了伤？诸多吃瓜的路人的整体感受，那就是这瓜吃的真让人火大。总不能因为咖位大就把人往死里欺负吧？于是路人加入战局，程毅的隐藏属性被暴露。先是替身问题，虽然程毅说替身是应剧组要求的正常程序，但对比这数量，他与郑业成算是半斤八两吧。紧接着就是伤情卖惨说敬业。郑业成一直没有爆出过拍戏受伤，这次属于被动曝光。但程毅不同，他好像是个受伤咖，拍一部伤一部。与军哥见面会，他腰痛到坐着轮椅出现。琉璃拍完，他的粉丝说他手上磨出了好多老茧。每次受伤都会被曝光，然后被粉丝心疼，说敬业，推上热搜。究竟是谁爱伤情卖惨？难怪路人网友阴阳怪气，这次受伤被发酵，是否有故意纵容粉丝赚取热度的意味？既然程毅这么容易受伤，那建议他退圈静养，别勉强。除此之外，不得不说网友们实在神通广大，弄到了《英雄志》中程毅的拍摄进度条并大方的公布。要知道《甄嬛传》90集，正片76集。全部拍完132天，用14个月多一点，加上后期一共5个多月。娘娘孙俪从头跟到尾，拍摄近4个月，1000多场戏，一个月拍250场左右。而《英雄志》40集，拍了近半年。程毅在其中36天拍30场戏，被说慢工出细活，着实有些讽刺意味。那究竟是不是郑业成拖累了全组的进度，还真不好说。05拉踩成性，没流量就活该。路人的爆料与火力输出，让程毅的粉丝无话可说，无所反驳。于是10号之后，他们慢慢偃旗息鼓。有人说程毅无辜，他又不知道自己的粉丝这么疯，直接把受伤的锅安在别人身上。说来说去都是他的粉丝太护犊子，失去了理智，偶像也很无奈。可也有网友总结，之前在拍《沉香如屑》时，程毅的粉丝曾与杨紫对阵，掀起腥风血雨，并立于不败。拍《琉璃》时，他的粉丝大喊袁冰妍不配，引起一番骂战，最终骂得袁冰妍亲自下场拆了自己与程毅在剧中的初遇 CP 才停歇。拍戏老爱拉踩，程毅真的不知道自己的粉丝疯。偶像成了偶像，那就有约束自家粉丝的义务。之前杨紫、袁冰妍的事不说，郑业成这事，程毅工作室倒是后来又发过声明，但从头到尾，他都没为无辜受累的郑业成澄清过一句。任由粉丝疯狂，他真的没一点错。有粉丝在前冲锋挡刀，欺负人的是粉丝，被揭穿之后被骂的还是粉丝，而他自己躺在医院一边养伤，人不在江湖，却有了超高热度。顺带连他将要和虞书欣合作的新剧都被人关注。一场闹剧背后，谁是牺牲品？
谁又是赢家？程毅坐着轮椅现身某品牌发布会，工作室说不愿放弃与粉丝朋友们宝贵的见面机会。粉丝集体回应，偶像与粉丝心照不宣的接过郑成业事件，好像事件根本没发生过。只是可惜郑业成人在新疆拍着戏，锅从横店照了顶。好在他虽然粉丝量不雄厚，但路人实力可观，最终让他在这场流量倾斜严重的必输局中逆风翻盘，口碑没有崩碎。路人盘能走得这么好，实在出乎意料。因为娱乐圈里不会卖惨，没有流量，大概就是活该吧。